我们现在根本没钱结婚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结个婚要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？你们知道在杭州结婚要多少钱吗？我今天才知道，在杭州你结个婚至少需要花20万，而且这20万你买到的仅仅是婚礼的入门款，从场地、酒店、婚策到摄像、化妆、婚纱，每一项的价格都颠覆了我的想象。我才发现，压垮我们的不是穷，是怕被别人说穷。结婚一定要有车有房吗？没车也可以，甚至彩礼都可以不要，但是要有房。男方出房子的首付，我们出装修的钱，房贷一起还。这样的小家是我们共同努力得来的。只有他出钱，我不出的话，对于他来讲压力太大了，也会影响以后的感情。近年来，在中国大龄剩女的这个话题频频登上热搜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截止到2025年，中国单身人口已经突破3亿。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，单身男性约为1.75亿人，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，而单身女性约为1.25亿人，主要集中在城市，尤其是1线城市。这些女性一般都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。按道理来说，中国男女比例是失调的，但是男性比女性要多5000万，不应该由女性剩下来，而事实上呢，却是恰恰相反。有意义的大龄女性剩了下来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？在大陆结婚成本居高不下，让许多男性直呼结不起婚。面对高昂的彩礼、沉重的房贷，不少男性宁愿选择单身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中国的男人如果没有父母的帮扶，靠自己一个男人，我告诉你，他娶不起媳妇儿，结不起婚，生不起娃，买不起房。真的摸着良心去看一下。今天的年轻人已经被逼到死路了。如果父母没有为他赚钱，没有为他打江山，这个20-30岁出来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他生无可恋。结婚的彩礼都需要借，这个婚还有必要结吗？要是你们的话，会嫁给一个连彩礼钱都要借的人吗？这不是还有1个多月，马上快过年了，老家又有一个亲戚说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了，想要借一点彩礼钱。他们说国庆节的时候相亲成功了，现在准备定下来。然后呢，女方家开口说要28.8万的彩礼钱，他们呢拿不出这么多，就准备找亲戚凑一点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老公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说要买房，所以我们也不会轻易把这笔钱借出去。然后他们说买房我们可以先放一放，他们娶老婆是大事，不然没有彩礼钱的话，人家也不可能把闺女嫁过来。而且我们那边彩礼钱给了就是给了，不会说返回来的，给了就是给女方父母的。再不行的话，可能他们就要去贷款了，因为这年头现在钱都不好借，想要给儿子娶媳妇只能去靠贷款了。因为彩礼钱28.8万，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，将近快50万了，不借钱是不可能的。一个月3000千的话，适合结婚吗？现在3-4千的工资结婚，那你你太乐观了吧？那确实太乐观了。我觉得3-4千起码得到2个人收入起码得加一块要到2万吧，因为你想要房租水电，而且结婚不可能租房吧，结婚得有房吧。那你要每个月还房贷，然后你有生小孩的话，那不更麻烦吗？3-4千结婚有点压力太大了，感觉根本就结不了婚。我很好奇普通家庭的人是怎么结婚的。我今年26了，是河南农村，包括我在内，身边有10个发小，现在他们都27、28都有，不是被催婚的年纪。可是我们这10个发小只有不到2个人结婚了，其中一个发小结婚呢是目标准确，也是到了结婚的年纪，去南方打工，也找个四川的姑娘结婚。这个姑娘呢不能说很好看，但是她人真的很好，没有说买房，家里也有车，然后现在把日子过得也是非常好，就这么简简单单把婚结了，每天过得可幸福。就是2个人觉得合适，愿意在一起过日子。其他的发小呢，包括我都没有结婚，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。我呢家里没买房，这没资格结婚。然后其他发小呢有3个人也买了房子，但是每个月还房贷，压力也有点不小。在普通家庭的人或许没有太多物质条件，但他们有真诚，有努力，有对未来的期待。如果你也在为结婚发愁，不妨问问自己，
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有钱的婚姻会幸福吗？会，当然会。我经历了7年的没钱婚姻，目前还在继续，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因为没钱的老公是自己选的，从一开始就是没钱，所以既然选择了，那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？我一直坚信，只要2个人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，目标一致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结婚7年，我们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有车有房有存款，还有可爱的孩子。我和老公之间不会互相埋怨没有钱咋办，而是总给我们定好目标，然后一起努力。他知道我带娃的辛苦，我懂他挣钱的不易。今天周末，老公要吃青椒炒肉，闺女想吃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好好做饭，姐弟俩在开心的玩，而老公在认真的工作，一家人在一起，这难道不就是幸福吗？没钱的婚姻能幸福吗？我和老公恋爱了7年，至今结婚3年。多囊备孕这几年，家里也花了不少钱，加上我裸辞后和老公回到小县城生活，相比之前，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更拮据了。但是这极度缺乏的金钱感，并没有影响我们婚姻的幸福。张先生现在在一家物流企业上班，2年前他还是名汽车修理工，但是在今年他成为了部门的管理人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确诊多囊的我辞掉了月薪1万的播音主持教师工作，开始全职在家备孕。所以目前家里的开销都靠张先生在维持。每个月的工资扣完到手能拿到9000多。回到县城生活后，生活费用相对来说能减少一些，买菜、做饭、家用品这些都是我在打理，基本每月花销会在2000左右。因为现在吃饭更比较注重新鲜、健康，我们也很少买一些随心所欲的东西。不过在张先生的工资日，我们还是会去吃一顿想吃的大餐。看着张先生有时候疲惫的样子，我真的很自责愧疚，就在想为什么自己会生这个病。而张先生就会安慰我说，媳妇儿没事儿，有我呢，钱没了可以继续再挣，只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比啥都重要。相信再难的日子都会过去。如果说你结婚的话，你觉得这个彩礼是给你的还是给你父母？我觉得彩礼1分都不要给吧，那谁都不应该拿呀，又不是卖女儿，对吧？啊，也是啊。对，那你会要彩礼吗？我不会吧？不会啊？那为啥？你看现在那彩礼动不动就是10几万、20、30万的，对，那都要男方父母的命了，对吧？说不定嫁过去你还得还那个彩礼贷的款，何必呢？也是。如果感情到最后都用彩礼来表现的话，那我觉得跟做生意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位新娘的妈妈在女儿结婚前坐地起价，要求男方再增加6万块的彩礼，没有想到男方不想结婚了。刚好的是16万8，我妈妈说呢，她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这么便宜就把我给嫁了，她心里啊很难过。然后呢，她就打电话给我男朋友，让他来接亲的时候啊，再带6万块钱，算是一个上车礼啊，不然啊不准我上车。我男朋友呢，他没有说不同意，满口啊就答应了。等到结婚的时候呢，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在，等到中午也没有等到我男朋友的车队过来，我就打电话给他嘛。从中午打到晚上，终于接通了。我说今天你结婚，你怎么没有来啊？他说他忘了，他跟他爸妈坐着飞机到海南旅游去了，才刚下飞机。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亲戚朋友都在这儿，你让我多没面子呀？他说不是，你是开玩笑的吗？就拿6万不准你上车，那我要是去了，你不上车没面子的不就是我了吗？这事怎么能怨我呢？我说我妈妈只是想看看你什么态度。她说我要结婚了，她舍不得。那你满口答应了，你没说不行啊。我们也不是真的想要这个钱，这个钱我不要了，行了吧？你要你结婚可以吗？谁知道他说不要了，这个婚他也不起了。结婚的钱让父母都去拿食材。我真的是造了孽了，遇到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。现在我的亲戚朋友根本就抬不起头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想听我的彩礼给了多少是吗？行，满足你们那颗八卦的心。恋爱如果走到谈婚论嫁这一步，必定会涉及到彩礼。我想问问，有多少人是在谈彩礼这一步谈崩的？我当时很真诚地问老高，我说彩礼你能拿出来多少？他也很坦诚地告诉我10万。我说那就8万8吧，吉利数，你看行吗？他说谢谢你的理解，我会加倍对你好。当然他也做到了。然后我就问我父母，我说彩礼给8万8行吗？我父母说行，我们不要你的彩礼，这个钱也是给你们小两口过日子的，我们在添接嫁妆给你们添砖加瓦，只要你认可他这个人就行。直到办婚礼前我都没有3金，因为我那时候也不喜欢金子，我觉得过日子还是手里留点钱比较踏实。但现在这些我都有了。办婚礼的时候也没有舍得租好一点的婚纱，没有漂亮婚纱，没有好看的妆造，但那已经是当时的他能给我最好的了。我记得办完婚礼的那天晚上，我俩骑着小电驴回家的路上特别开心，
一路上唱着歌回我们的小家。不要嫁给上海男人，如果你想要彩礼，你就不要嫁给上海男人。金姐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最近一些上漂的和金姐去讲啊，一定不能嫁给上海的男人，上海男人太小气了，30万的彩礼都不肯给。还有的女孩跟上海的男朋友处了2年了，快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就因为10万的彩礼分开了。上海是没有彩礼的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在上海人的观念中，彩礼就被视为卖女儿，把女儿当作商品去贱卖，这会导致女儿在婆家中的地位极低。而且上海的长辈还是很有分寸感的，不会参与到子女的家庭里面去，也不会参与到子女的婚姻选择里去。那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，你觉得？我觉得结婚的话会降低生活质量。降低生活质量为啥？对呀，那你想嘛，那结婚你就得买房，然后准备车，还有彩礼。对。然后要是家庭条件好的，其实还好一点，压力也小。对。但是呢，你说咱们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，那普通家庭的话，它尤其是房子会涉及到贷款买房，贷款买房的话，其实把大部分人的半辈子都套进去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生活质量不降低才怪。我今年34岁了，还是个光棍，我没有结婚。我妈天天让我找老婆，我现在每天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吃肉喝酒根本花不完。如果找个老婆再生个孩子，我一个人挣钱3个人花，还要跟我抢鸡腿吃，还嫌我没本事，我有必要结这个婚吗？我是冤种吗？我现在一天挣个260块，厂里吃住又不花钱，一年我存个好几万，放银行吃利息我都营养过剩了。要是娶个老婆，我干1年我都没有钱啊！我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繁衍后代的，我是来享受人生的，不是来承受压力的。00后的婚恋观念和80后、90后都不同。目前有一批00后已经步入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然而对他们来说，没车没房都不是问题。去年广东一对00后的新人就跑去麦当劳结婚，整个婚礼没有客套的繁文缛节，没有复杂的婚礼流程，到场亲朋好友一起吃汉堡喝可乐，一共才花了几千块钱。无独有偶，去年5月份，在湖北也有一对新人在麦当劳举办婚礼。很多年轻人为了节省开支，在亲朋好友之间小范围庆祝一下，就算结婚了。这种做法放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